一对夫妻吵架会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场景，那就是丈夫对妻子大发雷霆：“我辛辛苦苦上班赚钱，还不是为了你啊？还不是为了这个家？还嫌弃这嫌弃那的。”丈夫似乎有一肚子的委屈。此时的妻子呢，成了一个不懂感恩的坏女人。现在有些男性啊，有2条深植于大脑的观念：第一，男人要努力打拼，买房买车，结婚生孩子，出人头地；第二，婚后男人之所以这么苦这么累，都是因为老婆孩子。有些男性啊，一谈到彩礼、买房买车就咬牙切齿，似乎呢他所有的苦难都是女性造成的。那如果你说，那你不结婚不就行了吗？这个时候他就会气急败坏的回怼你：男人怎么能不结婚呀？其实啊，并不是女性造成了男性的痛苦和压力，而是社会世俗规训的结果。很多男性啊，终极追求不过是升职加薪、迎娶白富美、赚更多的钱，也无非是为了香车美女。即使女性不要求彩礼，不要求买房买车，男性依然会把目光聚焦在车子、房子、票子、女人上，他们依然会为了这些操劳奔波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是他们的春药，本质上他们不是为了妻子孩子买单，而是为了自己的欲望和执念买单，为做世俗标准中的好男人买单。与其说是老婆孩子让他们辛苦，不如说他们是为了面子，为了做人上人而辛苦奔波。裹挟男人的不是女人，而是社会规训。相比于去对抗社会规训，甩锅给老婆孩子显然是方便多了呀。我要是不结婚，要多潇洒有多潇洒，要不是因为老婆孩子啊，我根本就不用这么辛苦。你看啊，自我催眠、自我感动就这么来了。之所以发出这样的感慨，是因为啊，前几天我看了这一本情感大书《鄙视》，看完这本书啊，就像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、真真切切的婚姻生活。男主人公啊，为了买房买车，辛辛苦苦上班赚钱，是外人眼中标准的好男人、好老公。可是啊，他的妻子却不领情，甚至呢鄙视丈夫，还要分房睡。读到这里，你是不是为这位丈夫感到不值呀？书中的丈夫呢，也发出了灵魂之问：我还不都是因为你，为了这个家，你凭什么鄙视我？兼听则明，偏信则暗。如果从妻子的角度再来看这段婚姻呢，故事就变得有意思起来了。书中描写了很多的细节。其实男主低情商，卖老婆，让妻子蒙羞，把妻子往火坑里推。妻子提出抗议和不满，他甩下了点中点万能话术：我当时没想那么多，我就想多赚点钱，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。你怎么这么敏感？你怎么就不能理解我呢？归根结底啊，这份鄙视和金钱无关，而关乎尊严和爱。此刻啊，读者心中的天平啊，会慢慢的向妻子倾斜。梁永安教授在解读这本书的时候说了一句非常醒脑的话：男性的局限在于看不见女性的价值，又扎心又真实。不管男女曾经多么的如胶似漆，婚后双方在精神上如果无法契合，无法共同进步，爱就会产生无法愈合的伤口。健康良性的亲密关系不应该存在要不是为了你啊，还不是因为你这样的怨念，否则就是定时炸弹。这本书的作者是意大利国宝级作家莫拉维亚，他剖析人性，毒辣独到。他被称为意大利的鲁迅，15次被诺奖提名，他甚至曾被当局查禁。鄙视的发展耐人寻味，许多细节等待你去探索，去感受人性的复杂。鄙视描绘的是婚姻和感情中的时代病，不论你未婚已婚，这本书都可以让你更冷静地去看待婚姻，发现婚姻中更真实的样子。